老公的青梅被困在电梯夹层半小时，他暴怒之下把我塞进行李箱里，锁头拉死。受过的罪，你要双倍承受。我蜷缩着身子，呼吸困难，流着泪认错，可换来的却是老公冷冷的责怪：好好受罚，有了教训，你才能学乖。他把装着我的行李箱锁进了衣柜里，我绝望的嘶吼，挣扎，血溢出了箱，浸湿了地板。5天后，他一时心软，决定结束惩罚，小惩大戒。这次我就先放过你。可他不知道，我的尸骨早已腐烂得模糊不清。亲情长相守，真情在人间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兰，欢迎观看《真情人间》。那个杜甫这几天怎么没来闹事？学乖了，懂规矩了，还是得要给他些惩罚，他才能懂事。他身边的助理突然脸色一滞：老板，苏小姐她好像还没有被放出来。傅行舟的眼神有一丝颤抖，他迅速压了下来，再反省几天也没事。他身旁的助理多次欲言又止，最后还是迟疑地开口：老板，禁闭苏小姐的房间散发出了难闻的臭味，你要不要去看看？傅行舟的声音迅速冷淡：臭是正常的。她这种不顾一切也要苟活的女人，为了能保障自己身体机能，肯定屎尿都不放过，统统在消化了，怎么会不臭？助理还想说些什么，却被傅行舟打断了。他皱了皱眉，满是嫌恶：好了，别说了，明天我会放他出来的。这几天下来，他也该乖顺懂事了，等他出来好好给恩恩道个歉，这件事我就当作翻篇。他话音刚落，林尚恩赤着脚走了进来，傅行舟眼神瞬间温柔：还做噩梦吗？你放心，我已经狠狠地惩罚苏芷晴了，我要让她百倍千倍地偿还你受过的罪。他抱起林尚恩，指尖温柔地划过他的发丝：行舟哥哥，你对我最好了。林尚恩将头迈进他的怀里，语气娇嗔：想来苏姐姐也知道错了，我也只是想让她和我道个歉，没想让她受惩罚。苏姐姐不会怪我吧？看着他们恩爱甜蜜，我忍不住笑了出声，可什么也没惊动。我已经死了。窒息绝望的最后一刻，我飘出了那个逼仄恐怖的行李箱。第3视觉下，那行李箱的表面已经被血浸透了，藏着行李箱的衣柜还上了一把大锁，似乎是想困住里面的人，永生永世也不许逃离，已经成了灵魂。我也被那透不过气的场景吓得闭上了眼睛。另一面，傅行舟正轻声地安慰着林尚恩：是又做噩梦了吗？不用怕，我永远会陪在你身边。他轻轻刮了刮林尚恩的脸：还是委屈你了。你知道吗？他为了活下去，连自己的屎尿都不放过，自己这么惜命，却敢下手害你。我要让他付出代价。我愣在那里，连眼泪都流不出来了。傅行舟说的没错，我确实特别想活着。行李箱很小，为了能让我塞进去，傅行舟硬生生掰折了我的手。我忍着剧痛，想要逃生，发觉无用后，我又费尽心思地保存体力，想要尽可能地耗时间。可他忘了，我被塞进去之前已经怀了身孕，长时间的曲折姿势压迫了我的肚子，让我刺痛难忍。我情绪失控，却无法反抗。生命的最后一刻，我爆发了激烈的求生欲。我嘶吼、挣扎，用脚趾甲拼命地扣拉链，企图求得一线生机，可换来的却是他无情的审判。你都这么害怕了，当时岂不是更无助？好好的在这里感受痛苦，才能学乖。我无助地认下那些不属于我的罪名，只祈求他能放我一马，直到下腹流出了一滩血迹，我也彻底没了力气。恍惚中，我只听到他说：他太吵了，还是不懂规矩，锁死他，让他安静点反省。
我哑声哀求，却什么也做不了，只能任由那把大锁落下，直到最后一丝光亮熄灭。把苏芷晴放出来吧，让她收拾干净了再过来认错，别带着一身屎尿骚味，脏了恩恩的眼。傅行舟的语气冷淡，助理不自在地应了一声。林尚恩眼睛亮亮的，围在傅行舟身边。傅哥哥，等芷晴姐姐出来了，你要好好安慰她，别再让她生气了，毕竟你们是夫妻，不能闹得这么难看。傅行舟眼里闪过一丝不耐，手却轻轻地揉捏着林尚恩的指尖。他敢，因为他的失误，你被关在电梯夹层整整半个小时，我都不敢想你当时有多害怕，多无助。你总是这样漂亮，才会让苏芷晴得寸进尺。傅行舟隐忍着语气里的愤怒，像是怕吓到林尚恩了一般。可那些话传进我耳朵里，全变成了讽刺和嘲笑。1周前，林尚恩趁傅行舟在开会，上门挑衅我，怀孕了又怎么样？生出来也得不到行舟哥哥的爱。你的孩子和你一样讨人嫌。我懒得和他争论，只冷冷地说了一句滚。可没想到他下电梯的时候，竟遇到了电梯故障，卡在了夹层里。困在里面的时候，他在微信里发了长文跟傅行舟告别，说自己可能出不去了，说要和他告别。我知道苏姐姐不喜欢我，我只希望我离开以后，她能代替我，好好照顾你。行舟哥哥，我们来世再见吧。傅行舟看到消息，直接终止会议，疯了一般的赶回来，调动所有救援力量。最后找到了昏迷在电梯夹层的林尚恩，我就站在不远处，看着他抱着林尚恩，凄厉地嘶吼着：“你不要离开我！”那时我还觉得他们挺可笑的，至于吗？困了半个小时，怎么像是生死别离一般？可直到傅行舟拽着我的头发，狠狠地将我折进行李箱时，我才发现，情爱是他们，劫难却是我的。你知道你做了什么吗？有幽闭恐惧症，他差点就被你给害死了。就算救回来，也会留下无法磨灭的阴影。苏芷晴，我要让你知道，你没有资格仗着你是我的妻子为所欲为。你如果不认错，就别想出来了。直到如今，他依旧冷着脸，等着我能乖乖到他面前认错。只可惜，他不能如愿了。老板，苏小姐她已经没有生命迹象了。傅行舟愣了一下，我仔细地观察着他的反应，以为他至少会为我动容几分，可他只是无所谓地笑了笑，继续装，祸害1000年，他能有这么容易死？死了就直接打火葬场电话，把他拉去烧了。这么爱装，就让他知道装死的代价。傅行舟用指节轻轻地敲了敲桌面，声色淡然，去告诉他，半个小时之内不能收拾干净，自己过来，我就继续惩罚他，直到他不敢再闹幺蛾子为止。助理站立着，想说什么，却被傅行舟怒斥，还愣在这，你也想被惩罚吗？他搂住林尚恩，温柔地对他开口，等会你可不要再心软了，必须要硬气一点，让他再吃点苦头。我会让他跪下给你道歉，那是我对他的惩罚，你千万不能心疼他。林尚恩看起来格外于心不忍。行舟哥哥，我连恨都恨不起来了，可不知为何，我的灵魂像是被禁锢了一般，无法逃离，只能被迫地看着傅行舟骂我，笑我。这是我爱了10年的人啊，高中3年，大学4年，毕业后的恋爱结婚又3年。可我不知道的是，他从头到尾都只把我当作他的污点，我像跟屁虫一样跟在他身后整整7年。我以为我的真心会融化冰山，他答应我表白那天，我开心的一晚上没合眼。可我不知道的是，他娶我只是因为他的公司资金链断裂，
需要我提供资金扶持。嫁给他的2年里，我倾尽全力支持他的事业，也费尽心思照顾他，讨好他。他也一点一点地改变，会等我回家，给我做早餐，会在我肚子痛的时候轻轻地给我按摩。我差点就以为是我赢得了他的爱。我知道自己怀孕的那天，激动地围着他绕圈圈，可他却冷得不像话。苏芷晴，你说你怀孕了？我没有听出他话里的质疑，天真的点头。可是我弱精，根本怀不上孩子。这个孩子从哪来的？你自己心里清楚。我笨拙地做了很多证明自己的行为。我将医生的话转达给付行舟，告诉他，等9周过后稳定下来，可以查的。我绝对不会背叛你。我不知道的是，我知道自己怀孕那天，林尚恩正好回国，那条消息被他当作笑话讲给林尚恩听。我努力了10年，快要融化的冰山，在林尚恩回来的那一刻，彻底化作一场空。灵魂也会心痛吗？我只觉得自己喘不上气。行李箱里那种绝望窒息的感觉重新席卷而来。搂着林尚恩的傅行舟脸色也愈发阴沉。怎么这么久还没过来？让他反省这么多天，他还不知道学乖？该不会是在和我赌气吧？苏芷晴，你最好骨头有这么硬？我冷冷地盯着他，看他盘珠子的手越来越慌乱，眼色也闪过一丝不自然。我去看看他到底是想干什么。不用担心，我会让他来跟你赔罪的。傅行舟起身，大步往我的禁闭室走去。到门口的时候，他不自在地皱了皱眉，捂住了自己的鼻子。怎么会味道这么大？助理站在傅行舟身后，冷汗已经湿了一身。傅总，您还是自己看看吧。我不知道该有些什么思绪，可精神却是格外紧绷。要看自己凄惨的死状，肯定也是需要不小勇气的。傅行舟推开门，行李箱已经被拖出衣柜，丢到了地上。拉链被打开了一半，又被人欲盖弥彰般的盖上了。傅行舟盯着那个行李箱，带着几分不爽。苏芷晴，放你出来你还不出来？准备一辈子在行李箱里过了是不是？是我不想出来吗？明明我到死都在努力，只想再看一眼阳光，可再也没机会了。还在闹什么小性子？给脸不要脸了是吧？他走到行李箱身边，浓烈的臭味让他眼睛都睁不开，可他依旧我行我素，抬起脚踹在了行李箱上。这么臭，还不赶紧去收拾自己？你想恶心谁？他用的力不小，行李箱被他踹翻，盖子也被彻底打开。毫无防备下，我直面了自己的骇人姿态。行李箱里的尸体诡异地扭曲着，手臂更是90度倒折，脸上惊恐的还停留着，眼睛和嘴都最大限度地张开，眼球已经凸了出来，下半身血已经干涸成印，暗红的遍布着。傅行舟慌张倒退了2步，声音都止不住颤抖起来。谁放的这死东西吓人？苏芷晴呢？把他找出来。以为放个假人自己就能逃出升天了吗？我傅行舟不是傻子，赶紧把他给我找出来。我笑得眼泪都掉了下来，这是在装什么懵懂无知呢？我就直白地躺在那，尸体都发臭了，你还要去哪里找我呢？傅总，夫人她已经死了，尸体都臭了呀。傅行舟恶狠狠地瞪着助理，你胡说，你也帮着他骗我，我有这么傻吗？一个发臭的假人，我就会相信他死了？掘地3尺，我也要把他找出来。他不管不顾地走了出去，让人锁死了房门，同时去外面调查我的踪迹。林尚恩见他面色凝重，小跑着走了过去，垫着脚搂住了他的脖子。行舟哥哥怎么了？苏姐姐又惹你生气了吗？不要怕，陪着你。傅行舟抱起他，坐在了沙发上，语气还有些颤抖。
他这次实在太过分了，居然假死逃跑。但无论他跑到哪里，我都会把他找出来。他还欠你一个道歉，我必须让他亲口说。连亲眼见到我尸体都不愿意相信真相的他，只是怕我死了没人给林尚恩道歉吗？我只觉得自己好可笑。他调出了房间里的监控录像，画面明明清晰地显示了我被锁进去后，从惨叫挣扎到逐渐没了声音。可傅行舟还是不相信，这后面的画面一直都是一样的，想要剪辑也太容易了。苏芷晴，你还真是做得天衣无缝啊！他狠狠地向计算机砸了一拳。林尚恩被他突如其来的暴怒吓了一跳，红着眼搂住了他。傅行舟反应过来后，极尽温柔地哄着林尚恩：“不怕，我只是生气他没责任没担当，居然想一走了之。你别担心，在你生日前，我绝对能把他抓回来。到时候，我要让他当着所有人的面给你下跪道歉。”林尚恩眼里满是得意，在傅行舟额头上落下一吻，蜻蜓点水一般，却让傅行舟直接羞红了脸，连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。真是抱歉啊，我也不是故意想偷窥你们的幸福的。我其实一直知道林尚恩的存在，一开始喜欢傅行舟的时候，我就知道那是他的朋友圈背景，是他和林尚恩的童年照。照片里，小小的林尚恩对着镜头笑得明媚，而他看着林尚恩，眼里的喜欢藏也藏不住。喜欢一个人是那样的直白又张扬。和我一样，我找了很多关系打听，得知了林尚恩已经有了男朋友，我这才安下心，对付行舟展开攻势。我做梦都希望那明目张胆的偏爱也会倾斜向我。他向我告白那天，特地换了朋友圈背景，改成了我一个人的童年照。我激动的一夜都没睡着，反复地刷着他的主页，截图留存，向所有朋友得意炫耀。闺蜜笑我恋爱脑，我没反驳。傅行舟他对我很特殊，高中我被校园霸凌，被堵在小巷子里，他穿着发白的衬衫挡在我面前，少年义气，对我来说像救世主降临。我小心地拽着他的衣角，在他的庇护下，终于的见天光。我没法不喜欢他，即使他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，我只是顺路，对你没别的意思。我甩了甩马尾，什么也不在乎。可我对你有意思。我见过他去隔壁的艺术高中接林尚恩放学，哭了一整晚以后，我鼓起勇气问他，那个女孩是你女朋友吗？他过了很久才回复我，林家妹妹。怎么了？我已经数不清有多少次情绪被他轻易的左右。我喜欢他冰山冷漠的脸，喜欢他放在我身前单薄坚毅的背脊，喜欢他镜框下漂亮的睫毛轻颤，无奈地和我说，好好学习，高中生不能谈恋爱。于是颓废摆烂的我奋起直追，只为了能和他更近一点。我将他当作精神寄托，将他当作救赎我的神奇。我独忘了，其实傅行舟他只是一个普通人，褪去光环的他是一个吊着追求者不松手，却又对小青梅不死心的渣男。为了利益，他能违心地说爱我，说会永远陪在我身边。朋友圈背景的照片其实只挂了3天，3天后就成了一片漆黑。是在我父母意外去世后，装作心痛地安慰我，实则早已盘算起了我的家产，甚至在暴力将我塞进行李箱时，我哭着祈求他，行舟，别这样对我，我真的会死。他赤红的眼睛瞪着我，语气冰冷刺骨，你是在威胁我吗？你已经是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儿了，还有谁会在意你的生死？我挣扎着，反抗着，只能看到他的脸逐渐扭曲，动作也愈发粗暴。你害恩恩受了惊吓，死了也是你活该。小小的行李箱，
我连呼吸都要小心翼翼。死前的最后一刻，我在想什么呢？在后悔当初自大，以为爱能抵万难。傅行舟说的没错，这个世界再也没有爱我的人了。我自以为借他的臂弯窥见天光，不知所谓的往前追逐。可除了那一寸阳光之下，等待着我的却是万丈深渊。我真的好蠢。这几天，傅行舟好像根本没有想起我。为了林尚恩的生日宴，他忙前忙后，操办了很久，为他找关系约了知名乐团，又请来了他喜欢的歌手，豪掷千金，只为了博美人一笑。很讽刺，他的这些钱都是从我身上掠夺的。当年他和我结婚，他的游戏公司摇摇欲坠，是我鼎力相助，付出了自己的所有，连老房子都抵押了出去。有了钱，他能安心研发，公司起死回生，发布后迅速的大火大爆，风靡了全网。他成了炙手可热的商业新贵，我真心实意地为他高兴。可如今却统统成了刺向我的尖刀。林尚恩大学出国后，迅速攀附上了国外的富二代。3个月前，他的感情出现变故，失意回国。傅行舟却疯了，他甚至提前3个小时等在机场。我有些不满，他和我说她是我妹妹，我不可能不管她。我也用这个借口骗自己，直到我在热搜上看到迷途霸总的告白。迷途是傅行舟公司那款热门游戏的名字。我点进去看，发现是游戏官方发放了一个巨额礼包，邮件主题是真爱献礼，总裁有喜。礼包发放的日期正好是我用验孕棒验出怀孕的日子。我将那2道杠放在主卧浴室，想给他一个惊喜。我以为那是沉默寡言的他用另一种方式向我告白。网友兴奋热议，直男的浪漫好戳我呀，就是不知道总裁的老婆能不能 get 到了。迷途把狗骗进来杀是吧？给的太多了，我也只好含泪接受了。那一晚，我做了一桌子菜，满心欢喜地等待他回来。可我忘了，那天礼包发放的日期也刚好是林尚恩回国的日子。他彻夜未归，我又欺骗自己，一定是有事应酬，一定是在忙工作。其实不是啦，反正现在我都死了，我也不需要再继续欺骗自己了。那天，傅行舟在陪林尚恩在室内顶级的情侣餐厅享用烛光晚餐。热搜的评论区有人放出了图片，高空餐厅里，高大帅气的男人对面，娇羞的女孩看不清脸，风光昏暗，网友们磕生磕死。我坐在餐桌前，等到烛光熄灭，烛心半死不活地闪了2下，最后再也没了声息。好吧，我在用心做的菜，也不上米其林大厨精致的摆盘。就像如今，我是阴沟里发烂发臭的老鼠，而林尚恩站在金碧辉煌的舞台中央，精致的皇冠衬得她像公主一样高贵。谢谢傅哥为我准备的生日宴，只可惜今天还有些许遗憾，嫂子没能过来。生日愿望，我想让傅哥永远幸福，让嫂子对傅哥好一点，不要再欺负傅哥了。礼花炸开，彩带散落，挂在林尚恩的头发上。傅行舟宠溺地摸了摸他的头，为他剪下彩带，笑着问他为什么不给自己许愿。林尚恩笑得开怀，我只希望你好。傅行舟还没有放弃寻找我，他调动了大批人力，下了命令，说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我好想笑，又不是没见到，装什么呢？生日宴结束，傅行舟有几分醉了，他搂着林尚恩，语气有些愧疚。苏芷晴不知道躲到哪去了，没能抓着他当众给你道歉，让你受委屈了。等我抓到他，我一定让他给你补回来。林尚恩娇娇柔柔，不用了，行舟哥哥，有你对我好，我已经很知足了。
芷晴姐姐也只是吃醋，想让我知难而退而已。我没资格怪她，她这几天不在，肯定是有自己的事要忙。哥哥，你也不要对她太凶，我也是女人，我心疼。傅行舟叹了一口气，揽着林尚恩的手更紧了些。你为什么总是这么懂事呢？可让我意外的是，他今晚居然借口有事，把林尚恩送回家后，他开车赶往公司里，走到了我禁闭室的门口。这一整栋大厦都是傅行舟买下来的，里面有一半是我的股份，现在却成了我葬生的坟场。位于顶楼角落的禁闭室，本来是用于堆放杂物的，格格不入的暗红色衣柜，是傅行舟特地运上来惩罚我的。他从没在爱我的事上如此用心，害我却是手到擒来。傅行舟有些眉头紧锁，像是被味道熏得难受。他停在了门口，手放在开关上，迟迟没有落下去。苏芷晴，要是被我发现真的是你在搞鬼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他止不住的干呕，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，推开了门。门内一片死寂，昏暗的灯光下，屋子中间那渗出暗红血迹的行李箱格外刺眼，好诡异的场面，我都有点害怕了。但转念一想，我应该是这里怨气最大的厉鬼，我有什么好怕的呢？没办法，我一直就是个胆小的人，看见自己死得不好看，我也会下意识地害怕自己的尸体。傅行舟走到了屋子中间，停在了我的行李箱面前。我飘在他周围，敏锐地察觉到他的双腿有些颤抖。不知怎么，我突然特别想吓吓他，于是我在他脖子上吹了一口气，他几乎是一瞬间腿软，跌倒在了地上，却好巧不巧摔在了那个行李箱上。我有些后悔，他的屁股坐在了我尸体上，怕是会让我的尸体更加难看。他一瞬间弹开，对着空气紧张探望，好不容易冷静了下来。要是让我发现你在耍我，我肯定会扒掉你一层皮。我摇了摇头，我都快巨人观了，扒我皮应该还算轻轻松松吧，毕竟都腐烂了。傅行舟听不到我内心的独白，他蹲在行李箱面前，双眼通红，睁都睁不开，是被我尸体的恶臭熏的。其实我是个特别爱干净的人，实在没想到自己的下场会这么惨烈。苏芷晴，我真的不相信你会这么轻易死。他这句话说得很坚定，像是在给自己壮胆，可犹豫着想要掀开行李箱的手还在颤抖。我特别想内涵他，我又不是什么铜墙铁壁、神仙妖精，我只是一个怀了孕的普通女人，不死那才叫吓人。他犹豫了很久，突然一鼓作气，一把掀开。我也直面了自己的害人，老天，脸都烂完了，还被他那一屁股坐得凹陷了一块。傅行舟，够贱的，死了还要侮辱我。只见他整个人都愣住了，眼睛瞪得奇大，直直地盯着我的尸体。苏芷晴，别想骗我，你在演戏，对不对？他目光呆滞，伸手想触碰我的尸体，却在即将触碰到的时候，惊恐地缩回了手。我就躲在他身前，仔细地看着他的脸，他的脸上有害怕、恐惧、后悔、无助，唯独没有难过。只是一个行李箱而已，怎么会困住你呢？你是自己不愿意出来的，对不对？苏芷晴，我没有想害死你，你千万不要缠上我。他躲在他面前，看着他因为惊恐而扭曲的脸，失神地笑出了声。他只是害怕而已，只是害怕我的死会给他带来麻烦而已。苏芷晴，你为什么要想不开？他突然恶狠狠地盯着我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，想用死来报复我？你真狠，以为这样我就永远没法忘记你了，对不对？算了吧。我抱住了膝盖，心里早就空荡荡了。我都已经死了，还要奢望什么？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你赶紧去伏法坐牢，天网恢恢。
你逃不掉的。可我没想到他居然疯了似的，把我从行李箱里拖了出来，将我的身体摊在地上，小心翼翼地摆好。不行，你不能死，你死了，我怎么办？我不允许，有病吧？我都已经死了，能不能让我体面一点？我只恨现在没有接触食物的能力，不能拨打110，这必须再给我治个侮辱尸体罪。他颤抖的指尖探进了我的小腹里。苏芷晴，你是不是因为心虚才自杀的？是不是怕我发现你怀的不是我的孩子？我不信，你肯定是愧对于我，对，你肯定是心虚。他疯疯癫癫地站起身，离开禁闭室后，他狠狠地锁上了门。我要找人调查，你肯定有见不得光的事，不然你怎么会死？苏芷晴，我一定要揭开你的真面目！我气得快要发疯，在他脖子上使劲吹起，又想变成厉鬼找他索命，可无论我做什么，他都一样的没察觉，真是没劲。查呀，那就去查吧。我的心坦荡，并没有什么需要怕的，该怕的并不是我，这不查不知道，一查吓一跳。所有的调查结果都让傅行舟有些不太开心。林尚恩回国的当天，我偷偷把验孕棒放在浴室，随后在微博小号里发了一条，替周周调理了半年身体，终于是有成效了，我终于要和他有爱情结晶了。傅行舟和林尚恩的同框照被发在网上，我只是在小号委屈地抱怨了一句，也不要忘了我吗？他帮着林尚恩处理国外事情的时候，我说我嫁了一个本来就很好的人，他特别好，看不得所有人受委屈，就像当初对我一样。整整4000多条碎碎念，全都是我对自己破洗脑的结果。与此同时，他请的私家侦探调查出，林尚恩回国之后和国外前夫的联系并没有断，甚至主动联系过许多次，聊天内容格外露骨，甚至那天的电梯事故也是林尚恩主动摁停电梯才会卡进夹层，桩桩件件摆在明面上，让傅行舟格外的郁闷，以至于后来林尚恩找他撒娇，他将那些证据一把甩在林尚恩的脸上，语气冷淡：“这就是你对我的报答吗？”林尚恩故作娇柔的脸都快绷不住了，嘴角难堪地颤抖了几下后，他哑声说道：“我也是太爱你了，才会做出这种傻事。行舟哥哥。”傅行舟难得暴怒，高高抬起的手却始终没有扇下去，即使林尚恩做了再多，他也不忍心下手伤他一分。可我呢？莫须有的罪名戴在我头上，连命都丢了。原来做错事也不一定是要道歉的。林尚恩就不用。我自嘲地摇了摇头，只觉得心底烦躁。行舟哥哥，事已至此，我们一起出国吧。我在国外有人脉，我会保护好你的。傅行舟沉默了一会，低下了头。凭什么？我发了疯似的在屋子里翻腾，可无论我怎么弄，都无法改变些什么。那种绝望无助的感觉卷土重来，身上的痛感也逐渐激烈。为什么鬼也会痛呢？坠疼的下腹，曲折的手臂，一下又一下，沉闷的重击。我是真的不甘心，10年真心换来一朝枯骨。我是真的不甘心。我悲愤地嘶吼着，感受灵魂奔涌不息的灼伤感，心底只有一个执念：我要他为我的死付出代价，为我未出世的孩子付出代价。一阵狂风暴雨席卷而过，吹倒了我藏在书架上的笔记本。笔记本被散开的那一页，正好是22岁的我嗔怪写下的：如果谁先背叛了，谁就下地狱。这句话下面，傅行舟的字迹飘洒飞扬。好，那一年，他与我告白，说未来的日子换他跟在我身后当跟屁虫。狂风又起，将笔记本往前翻，陈旧的纸张已经有些发黄了，
字迹还有些模糊，像是有泪洒落。那是21岁那年，父母去世，巨大的悲痛压在我身上。我哭着写下：这个世界再也不会有无条件爱我的人了。歪歪斜斜的字迹之下，傅行舟的留言掷地有声：我会永远在你身边。风又将日记本翻到最开头，我与他的时光手册。一道惊雷响起，书架上散落的运检单直直地砸在了傅行舟的脸上。他扶着桌脊，腿微不可闻地颤抖着，眼神飘忽。我站在他身旁，用尽全身力气嘶吼着：傅行舟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林尚恩尖叫着跑出了屋子。我没有管他，只是赤红着双眼，盯着眼前这个我爱了10年的男人。不爱我，你为什么不早点让我走？只因为我有利可图吗？我的爱对你来说只是利益，是吗？他惶恐地四处张望着，语气哑然：是你吗，芷晴？他声色干枯，像干枯的木板在摩擦。是我对不起你。我突然收敛了怒火。半月后，尸体的味道实在藏不住了。警察查上门，却发现总裁傅行舟无神地蹲在尸体旁，目光呆滞。调查清楚后，傅行舟被依法逮捕。被抓着走出公司大楼时，他不停地反抗挣扎，谁也别想让我和芷晴分开。被强拖着塞进了警车后，他的嘶吼声依旧不绝于耳。我其实什么也没做，只是将曾经那些爱他的证据一点一点地撞到他面前。那是我作为灵魂唯一能做的事。他是在1周前看到那根验孕棒的。林尚恩见他无法疯癫，对他没了耐心，最后决定放弃他，利用他公司的内部资料，成功地入职了他的对手公司。傅行舟很生气，可他的骄傲不允许自己低头。我不厌其烦地折磨着他，他憔悴得很快，知道那根验孕棒掉进了他的漱口杯里。他终于忍不住了，跑到禁闭室里大吼大叫，抱着我的尸体问我：芷晴，你别生气了，赶紧回来好不好？这一次，我终于醒悟了过来，不再欺骗自己。他依旧是不爱我的，他的无助和疯狂，只是因为遭受了背叛，需要寻找一个熟悉的依靠罢了。10年了，没人比我更懂他，也没人比我更能给他安全感。只可惜，我不是工具，不是挥之即去、招之即来的工具人。他一场泄愤要走了我的生命，我偏要用灵魂最后的力量，让他走进疯狂。即使灰飞烟灭，即使坠入深渊，直到上了法庭，他还抓着那根验孕棒。我觉得他如今颓废的样子特别陌生，但心里郁结的某处也逐渐疏解。他被判了死缓，垂音落下，他突然开口：我有个问题想问，他肚子里的孩子是我的吗？法庭沉寂良久，最后是他的代理律师告诉他，尸检结果显示，那孩子确实是您的。傅行舟突然大笑起来，我想他是在笑自己。他会后悔吗？我想或许会的吧，因为利益，因为前程，因为未来，因为那个孩子。但我知道，不会有一分是因为我，偏偏是死了之后，我才最清醒。他不爱我，他最不爱我。傅行舟被关押后，我的灵魂自由了许多，不必再困在他身边，而是能到处飘了。我费了点小力气，将林尚恩真正的关进了电梯夹层。手机没有信号，他惊恐地呼救。我在他的身后不停地吹气，最后他被吓晕在地。我分不清是真的还是假的，觉得有点无聊，我就走了。我的身子愈发轻飘，我自己也有些预感。最后一刻，我选择飘到了父母的坟前，坐在那，我絮絮叨叨地说起了话。如果有来生，我希望有人能爱我，像我爱傅行舟一样爱我。西边突然传来一阵刺眼的光，晴晴。我迅速转头，
叔看到了最想念又最熟悉的2张脸，我的爸爸妈妈牵着一个小姑娘，笑盈盈地看着我。我大步地跑了过去，我妈掉下了一滴泪，委屈你了，宝贝。我快步地跑我妈身边，靠在她肩头，开心和幸福浸满了我，真好啊！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《真情人间》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